我教的跟课本上教的有没有什么不一样或是一样的地方？你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器具上不太一样啊，你有用专用的刮痧盘，无论是尖锐的程度啊，那些其实是比较好操作，整体而且不会让自己受到伤害。其实你是我们频道第一个就是医疗人被刮。你右边的这边的痧啊，颜色非常的深，它是偏紫色的。那在这个地方代表脊椎这边累积的痧，它慢慢跑到旁边的肌肉，压力跟疲劳是一直在连续的，有够惨的。这边有带焦黑痧哦，对我很少在肺的反射区刮到焦黑痧可是你心脏还好吗？其实我知道我自己的心律不整，有时候帮自己把脉也会发现。我觉得你去检查。身体的伤，痧会知道。我是慧君，我是你的刮痧治疗师，欢迎再次回到刮痧会客室。在前几集的刮痧会客室当中，我邀请到了我的大学同学，他本来是物理治疗学系毕业的，后来呢，我不太确定是因为他本人很帅，还是呢大家觉得他讲话特别幽默，又或者是大家垂怜怜悯他被诈骗300万。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再回去看一下影片啊总之呢，就是流量不错，所以我这一次呢，有没有特地穿了白袍，然后也要来邀请到我的实习同学。那我们就来欢迎李昌伟李医师。嗨，大家好，我是李昌伟中医师，今天就是带我们丰泽医疗集团所出品的养生茶。那这个的话是叫益肝茶，就是平常如果有心情比较郁闷啊，生活压力比较大，这个都可以帮助你补气，然后让你的心情更平稳的面对。那我当然要回应我们 MGA 金健康刮痧的净化喷雾，礼尚往来，每天喷一喷，你用喝的，我用喷的。非常的好，实在是居家旅行、杀人灭口必备良药。那么，在哪里才能买得到呢？听说我们在实习之后，你好像又重新去读了大学。你到底大学念了几年啊？在从阳明毕业之后，我又念了7年大学，长庚大学的中医学系。所以你没有再去念后中，而是重新花7年的时间，然后念个大学。因为毕竟自己念完物理治疗学系之后，也不是说物理治疗学系的发展不好，我觉得物理治疗真是一个非常棒的专业。讲话要小心，很好。毕竟在台湾医疗生态下，绝大多数的医疗决策者会是以医师为主。再接到为什么会是选择重考一个大学，而不是念学士后的中医或医学系？只考可以选择的院所其实是比较多的。我简单白话的，这边让大家知道，我们所有医学院的学习体制架构其实是走美国制，诊断直接诊断照会不用再转诊的这种拿医嘱的概念的思想。但是呢，我们出了这个医学院的大门之后，我们其实是要走日本制，就是要有很多的诊断啊、照会啊，我们的病人才能够找物理治疗师。那这件事情可能对于你来讲，你应该可以直接来找我，只要我是医师。所以在只要我是医师这个前提，你分析掐指一算出策略。如果今天考职考的话，那我的选择科系比较多，学校比较多，这代表一个背后的隐藏含义是什么？你知道吗？成为一个中医师，首先你家里面要可以继续养你7年。对，所以不要瞎掰好吗？我后来其实也有点不务正业啦，刮痧、敲刷，你有熟悉吗？我熟的部分大概只有课本上的描述啦，还有就是某一次有邀请你来长庚大学演讲那一次，对。那你觉得我教的跟课本上教的有没有什么不一样或是一样的地方？你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大概就是第一个就是器具上不太一样啊，你有用专用的刮痧盘，无论是尖锐的程度啊那些，就是其实是比较好操作，就像是guideline，就是确定这样子操作就是省力，而且不会让自己受到伤害的。好，我们把这一段变成短影，然后直接秀上李医师推荐MGA今天刮痧进去。我为什么会特别问这个？是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它是个酱油碟，或者是说，平常我也用刮痧板就可以了。不要小看我们的刮痧盘，它的旁边的厚度跟它的倾斜角度，还有它的高度，就它背后的功其实是比较多的。所以即使我用到真的是酱油碟长一样，说老实话，真的是不习惯。会有差。那有没有什么地方是我可以特别为你刮痧的？你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呢？然后比较难处理的？第一个就是肩颈，肩颈你会看诊时间3个半小时到4个小时，这样下来，其实你自己也会觉得蛮紧绷的。然后再来就是久坐之后，在右边的膏肓的地方，膏肓，肩胛内侧的地方。然后一个比较奇怪的位置是在左边的那个肩峰的地方，
就是这两个地方是会变成麻。自己如果是四肢，我还比较简单，可以自己帮自己针灸之类的。但是这个位置还真的是没有办法自己处理。还有别的地方吗？我有时候还是会帮一些需要的病人做一些针灸或者是伤科推拿的那个治疗项目。那样一整下来，腰也是会蛮酸的。等一下从肩颈到腰 ，OK， 我都来帮你刮痧。来，李医师，你为什么好还在？好，我已经脱了。你已经脱了？对啊。你这什么脱法啦？你是怎样不习惯脱衣服哦？没有啦，还是有点害羞的嘛，就是。头低我看一下，但脖子这边偏冷，所以肩颈酸痛好像也可以理解，因为这边比较冷，所以血液循环比较没有往上冲的概念。然后这边一路往下，腰这边确实有因为久坐的关系，然后这边是比较突突的，然后这边是凹下去，跟那个你的皮带是有一个相对应的关系，所以有可能是因为这边勒住了，所以骨盆比较没有办法动，这边代偿比较凸，然后这边会比较往前，就是我们在讲骨盆前倾，因为我们的皮带卡住了。我从后面看是这样，这个是什么啊？一个、两个，你有几个洞？为什么你会有3个洞？这是手术哎，这是什么10年前曾经气胸过，那是破的洞太大了，所以只好用那个手术的方式，把我的肺切下来一片。没有整叶拿掉了，就是切了一小片，像切蛋糕一样。好，谢谢李医师非常生动的叙述。然后我来看一下你的肩膀的部分，你是惯用手在右手嘛？对，右肩比较低，这是比较常态性的。然后，但我觉得你的右肩肱骨头比较往下掉一点点，右手好像阔背比较紧，然后旋转肌群或许比较无力。那左手你说会有点麻这件事情哦，但也不是常态嘛。就是除非坐久了，觉得保持坐姿，例如说要看诊看比较久，或是有用电脑用比较久的时候，比较容易出现。我自己看它的骨头排列来讲的话，这边的骨头排列比较往前，所以我不太确定是不是因为肱骨头比较往前的关系，所以牵扯到你的筋膜。那我们等一下可以来刮刮看。我现在特地穿了白袍，我很少穿白袍刮痧，还可以吧？大家 OK 好。我先涂一点我们的刮痧油，我刚刚还有把油稍微热过，你知道吗？哇，这是医师级的款待，OK。太赞了，太赞了，谢谢谢谢。但我很想问，因为之前其实有很多我们的观众朋友也会留言啊，就说，哎呀，脊椎可能不可以刮，好像中医有这个说法，对不对？对。为什么啊？因为那时候在课本上教的就是像脊椎啊，或是骨突处啊，是不建议刮的，是因为皮肤下直接接到骨头，但是如果力道没有掌握好的话，就会比较容易受伤嘛。原来是这个原因，因为如果是这个原因的话，我们基本上在我们的课程里面，我们的学员我们都会教他你的力道要怎么下去，然后再来是我们的器具，还有我们的刮痧油的摩擦系数，其实都是关键。如果你今天是用膏类的，它摩擦系数很大，那你确实会在骨突的地方过多的摩擦而受伤。可是如果你今天是用我们的器具，我们的边缘比较平缓，然后它的厚薄度、高度的关系，然后还有我们的油的润滑程度的关系，其实大家就不用到太紧张了哈。像你其实已经出痧了，你知道吗？哦，我不知道。我刚刚这样轻轻刮啊，你那个中间的痧啊，有够黑呢。啊，很黑哦。对，其实蛮黑的，而且里面藏有黑点痧。黑点痧就是比较深，就是比较严重一点的痧，然后它是在你的胸椎里面，所以它代表的是劳累。这一条全部都很黑哦。特别你现在刮那段那个刺激感特别明显，其实还蛮严重的哦。你正是对的时间点来刮痧。哇，太赞了。然后你皮肤的颗粒感比较多一点点，所以除了刚刚讲的劳累以外，你现在会很紧张吗？我觉得还好。那如果你不是那么紧张，然后就很像有很多鸡皮疙瘩的反应的话，以民众来讲，他就说这个叫毒素比较多。但我觉得对，但是我觉得你的毒素是因为你比较累。那像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就是死掉的细胞，因为我们本来每天就会有死掉的细胞，这很正常啊。可是你没有排出去，它有可能就会形成所谓的毒嘛。用中医的语言的话，可能会叫邪气吧，或者是叫病气啦。病气或邪气那你们比较狠哦，我们听起来像很科幻。好，那我这边刮一下，这边有点痛哦，真的，跟背后胸椎那边有的比。从我这边痧图来看，我觉得你肌肉受的伤害蛮多的，包含左手其实是抱小孩，都有，左手左边右边就交换。你那个不舒服多久了？你说肩峰会麻那里？对啊，这里好痛。
哦，我要跪下去了。然后再怎么样，表情控管要控管住。哦，是，哦，地狱控管，对，哇，超严重的耶。超痛。其实你是我们频道第一个就是医疗人被刮。哦，哇，对，荣幸。对，你的身体真的，你知道台湾为什么医疗健保医疗过劳好吗？医疗过劳的体现。好，如果大家医疗人有想要来我们家刮痧需要优惠的话，帮我在底下留言好不好？我跟我们家同仁讲一下。好，你再忍耐一下，我还没刮完。Okay. 哇，这边是肩峰锁骨关节。好，先这样。OK。好，所以这边其实满满的痧。好，接下来脖子哦。好，还可以吗？脖子目前可以。上斜方肌比较紧。对。你真是满满的痧图哎！之前有一集的来宾，他是每天工作至少快到12吧。那以痧图来讲的话，你跟他也是整片的，可是你的劳累啊，比较是最近这5年，以你跟他比都是劳累的痧，可是你的颜色比较浅，所以比较浅的颜色，痧的颜色跟红血球含氧量有关。所以你比较是近几年累积的，差不多就是开始进医院实习吧，直接变成第一线。进到医疗场域的那个压力感，跟单纯在学校念书考试那个不太一样。你是实习还是 PGY？中医师的话也有这段训练，但是因为中医的话已经算分成中医科了，所以就直接开始是中医科住院医师。我先跟你说，你这边啊超级无敌黑，就是你右边的这边的痧啊，它非常的深，颜色非常的深，它是偏紫色的。那在这个地方代表脊椎这边累积的痧。它慢慢跑到旁边的肌肉，所以它的时间其实是再更久一点点的，我觉得有到10年，就那个长期的压力跟疲劳是一直在连续的，而且你的肺活量，如果你还有在跑步的话，感觉起来肺活量是有越来越浅的现象。我自己有感觉到，就越来越没办法深呼吸的感觉。所以以这边来看，其实就是还是肺的反射区，那这边确实是比较深的痧，然后累比较久的。那我现在先把你左边也刮出来，而且你左边是你有气胸手术的地方，哇，对，有够惨的，这边直接是颗粒感的，这边有带焦黑痧哦，左边比较痛哦。对，我很少在肺的反射区刮到焦黑痧，焦黑痧是更深层，然后又更严重的痧肿。你看我一样这样子刮，右边差不多已经这就是最后呈现了，可是左边的颜色明显比右边来得不好，有时候有可能是拉伤、物理性的，或者是劳累、心情、压力等等的。那我目前看不太出来，所以我要刮一下你旁边的后背，旋转肌群本身的痧是深的，这里，肩胛骨超黑，这一条超黑的，带结晶在里面，这里，这边淡淡紫色，这个是黑的，这个是紫的，你有看到吗？它现在紫色蔓延到这边来了，还没有黑哦。淡紫色，好痛啊！这全部都是，这全部都是紫色的。一般的拉伤啊，很少就是长这个样子的。如果是物理性拉伤，应该还要有黑朱砂，就是它应该从表浅然后慢慢入深，这是从外力型的。可是因为你是直接带结晶，而比较少黑珠，所以它是从内部的。可是你心脏还好吗？其实我知道我自己心律不整，有时候帮自己把脉会发现。我觉得你去检查，因为在这边的 angle 反射是心脏，而且它有点多，记得自己去检查一下。OK， 好。然后我现在呢要来看一下，它到底有没有可能是拉伤所造成的。我发现你的痧退得很好，因为你现在其实整个都已经晕开了，退痧的速度。其实会知道一个人他血液循环的状况啊，他的代谢能力啊。那我现在要来刮一下你扩背哦，大家可以帮我看一下他的表情。表情控管，表情控管。你为什么当初会选中医师？那时候考量到一定会有家庭生活啊，不论是在医院或者是在诊所的中医师，他的生活品质会比西医普遍要好一点啦。如果选择西医的话，值班时间就会很多，还会非常长时间待在医院，就是
把你的肝卖给医院了。那当初薪水也是你的考量吗？哦，是啊，没有问题，这很实在，对薪水一定是有考量。我可以大概知道一下，目前中医师好了，我们先讲月薪，就大概会是到多少钱。然后像刚刚讲的西医的医师这么的辛苦，那西医的医师大概又是一般行情，因为我真的是不太懂啦。中医师的话，如果是诊所的话，普遍行情大概会落在10到15这个区间吧，就是比较普通10到普通，就是有看诊数，然后也有看病人数，一周看几节，几个时段，然后就是几个时段再加多少会变成你的月薪。也有另外一种就是看业绩，就是你看一个病人基本就会有多少，然后再分成他看的是内科或者是针灸伤科，给你的配会不太一样。所以你们也是因为健保点数的关系吗？不同科别的健保点数不一样。对，没错。幸好我转移你的注意力，因为这边也是蛮痛的。有感觉。我先跟你讲一个算恭喜嘛，就是如果说你今天是两边同样部位，然后你这边也是偏焦黑纱，然后两边走对称的话，那它就会比较像是动作造成的啊。然后但比较奇怪的地方是这里啊，是在下缘。通常下缘的焦黑纱比较少，你是有在拉单杠吗？真的要说的话，我在阳明那个时候打排球打蛮久的，就是打主攻手之前。哦，对，这样好像比较相对合理一点，就是你最后主攻手就是你要杀球嘛，你要扣嘛，对不对？所以如果说你今天扣的话，确实这个地方就会需要比较多的力气。虽然刚刚看起来会建议大家都还是要去做健检，然后可能要去加强做一些心脏的检查，但是目前看起来，因为打排球这件事情的关系，而导致这边的沙是比较重的，应该是后面才慢慢发现的，而不是先天就心律不整。蛮有可能。以前确实没有什么心律不整的问题。这边血管不好吼，然后久坐结晶带黑珠，然后右边的健髂关节是卡住的，刚好这个位置啊，我们还可以隐隐约约看到，就是刚刚皮带。在1年之内瘦了10公斤，变73公斤，就只好把腰带系紧一点。你真的有点勒太紧了，因为刚好你勒的这一段啊，它本来应该是要转动的，就是它被一个绑带给勒住了。好，所以你这个腰部呢，整体来讲，除了久坐以外，另外一个就是有点自找的啊。所以，Hello， 大家好，我是慧君。假设说你看完了之后，你很好奇你自己的沙图如何，那我们台湾北中南都有据点，那欢迎大家可以来找我们刮痧。我来学刮痧，或者是购买刮痧器具，一起刮痧护家，用爱刮痧哦。